近有观众问，今年是不是港股比美股更有机会？你怎么看？今天呢，我就把这个问题讲清楚，港股和美股到底谁更值得我们关注？最近一段时间，港股确实很热闹，恒生指数7月份突破了25700点，年内涨幅超过了23%，南向资金年内净流入超过了8200亿港元。外资回流95.8亿美元，各大财经博主都在群里面喊港股机会来了。为啥大家这么兴奋呢？原因有3点。第一就是估值白菜价呀，恒生指数市盈率现在11倍左右，而美股标普呢28倍，恒指还不到标普500的一半。第二就是政策的暖风在吹，港交所推进结算周期 T+1 改革，年内 IPO 募资额1229亿港元，是全球第一 ，A 加 H 股呢占72%。无论是对房地产的政策托底，还是港交所的制度改革，都在给市场打强心针，让人觉得政策底已经出现。第3点就是超跌反弹的逻辑。你像互联网、地产这些板块，过去2年跌得太惨了，现在呢，哪怕来一个技术性的反弹，也能动静不小。还有港股的创新药、AI 科技股也在接力反弹。但是我必须提醒大家，便宜不等于就值得买，因为港股最大的问题呢，在于以下这3点。第一就是结构性的疲软，很多龙头企业还是缺乏长期增长的逻辑。第二呢，就是资金出入快，今天外资买的猛，明天它就能砸下来，散户很难跟得上节奏。第3点就是缺乏主线，它不像美股有 AI 半导体这样的长期赛道，港股更多的还是这个短线的题材炒作投机逻辑。所以呢，港股短期确实能给你速度和激情，但是不一定能让你睡得踏实。那美股的价值在哪儿呢？有人说现在美股涨得太高了，估值贵，风险大。但是你别忘了啊，它贵是因为大家已经用真金白银投票投出来的信心。我们看看现在这几个事实啊，标普500整体估值28倍左右，纳斯达克更高。但英伟达、微软、特斯拉这些公司呢，季度利润翻倍的却比比皆是。像它的 AI 呀、数据中心呐、电动车这些产业革命是实实在在的有逻辑支撑，而不仅仅是靠讲故事。更重要的是啊，美股呢大部分是长钱主导的，它的结构非常稳，它的背后啊是养老金、保险资金、ETF 啊这类长期的资金。如果美联储年内可以降息，那流动性会进一步倾向成长股。美股上涨的核心逻辑呢，是它的业绩加产业趋势，而不是短线的情绪。所以呢，美股的走势更像是台阶式的上升，虽然它很慢，但是呢，它稳啊。港股像是冲浪者，美股像是登山者。那普通人怎么选择呢？关键呀，得看你自己是哪种类型的投资者。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分法。如果你自己是短线选手，比如你喜欢追短期弹性，你的心态呢能扛得住大幅的波动，那你可以用小仓位博港股的反弹，但是也别恋战。如果你自己是长线投资者，你有稳定的现金流，希望能拿住3-5年赚企业成长的钱，能接受短期的波动，只要终点安全就行。那美股呢是更好的战略配置，特别是科技赛道。一句话总结，港股是战术机会，美股是战略资产。港股呢更像是短跑，它爆发力强，但是赛道不一定稳。美股呢像马拉松，你可以跑得很慢，但终点可期。当然你可以同时参与，但是一定要分清主次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说一说，你更关注哪一个市场呢？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